之前 Cat 有发一个贴文问大家说，想要再看他带阿迪去哪里，然后就不知道谁在那边讲说北极，蛮多人的哦。第一段飞行，这趟4个小时，我们从伊斯坦堡出发，先飞到了挪威的首都 Oslo， 然后我们再往上飞到这个群岛。好，第2趟飞机。这里超级壮观的。我是谁？我在哪？今天是我在土耳其的第10天。通常来说呢，我的一趟旅程就会是只有去一个国家。大家如果有听过一些我拍摄的幕后，或者是听一些跟我一起出国拍摄 YouTuber 们的分享的话，大家就会知道我出国拍摄是地狱行军。所以通常呢，这种高强度拍摄，我大概撑个顶多2周就会受不了，想要回台湾了。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嗨，我要出现了。你为什么会在土耳其？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要做什么？我来转机啊！好的，各位。Cat 他跑来土耳其，把我要抓去北极了。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子？Cat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我？我真的是不要乱许愿呢。之前 Cat 有发一个贴文问大家说，想要再看他带阿迪去哪里，然后就不知道谁在那边讲说北极，蛮多人的哦。然后他就真的在那边开始策划这一切。我今年2月才刚去完南极。然后现在的时间是同一年的6月，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拍花莲的时候就在讨论了。他就突然跟我讲说：“哎，阿弟，我跟你讲，我知道你最想要去土耳其，然后我有一个很顺的提案，就是你土耳其结束之后，刚刚好就是我们要去北极这一团。我跟你讲，北极超值得去。”他开始在那一趟洗脑我。然后我就是没有地方躲，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精神有点耗弱，然后听说哦，好，听起来还不错哦，好像可以，好像可以。然后我就答应了，但是我必须老实说，时间上真的是很顺。而且从伊斯坦堡飞到奥斯陆才4个小时。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如果说我这辈子要去北极的话，我现在在土耳其去，便宜跟省时太多了，好像没有不去的理由。各位谨慎交友，哪有这是义游哎，带你看世界。好可怕！然后我真的不是那么说走就走的人，但是我觉得今年有太多次发生那种因为说走就走，反而让旅途跟影片更好看的事情。我是带你跳脱舒适圈，但反正因为一切太顺了，然后我思考之后，然后我看了价格。也在预算内，因为去北极比去南极便宜太多了，而且北极那个船跟房间的介绍，我看起来好像是比南极比较大一点，而且更豪华。更豪华。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要紧接着在土耳其结束之后，我就要跟着 Cat 去北极。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祝你康复的花束给 Cat， 是要前情提要吗？对，原因是因为 Cat 这个疯子，他前阵子在肯亚，然后要去爬那个 Kilimanjaro 超高的山，他在去爬之前撞到他的脚。他脚整个破一个大洞，正常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风险的考量跟判断呢？就是我就休息不要去吧。他还是攻顶了这个疯女人。为了成为比阿迪更强的人类，就是半年内去了南北极，又爬了 Kilimanjaro。一定要比我再多一点这样子。祝你康复。现在来讲一下北极要怎么去哦，就是我们要从伊斯坦堡先飞到挪威的首都 Oslo， 然后我们要飞到全世界最北的一个区域叫 Svalbard， 然后那边有个城市叫 Longyearbyen， 然后呢，我们再从那边登上开往北极的破冰船。这趟飞行因为是从伊斯坦堡开始，所以总飞行时间应该不超过10个小时吧。从这边飞到 Oslo 大概是4小时，然后 Oslo 再飞到 Svalbard 是2个半小时，很近吧？就有一种去日本，然后再去北海道的感觉。想成去北海道，去啊，挺轻松。也是一个就充满雪的地方我就去个北海道这样子。反正今天是我在土耳其最后一天，然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就会在 Svalbard， 我就会在北极圈里面了。原本没有要拍的，但是 Cat 带我来吃一个景观餐厅，这边就是Hagia Sophia就在这里，然后还有花，这样大家会不会误会我们2个？明年3月要不要一起去伊索比亚？你要不要北极先去玩再说？我们都要一个接一个的，一个接一个再讲。好的，2位
是。我要提前离你们而去了。很好。好难过啊！对，我已经想，我很难过，这么大的房间我一个人用，我会觉得很悲伤哎。原本是明天完整在伊斯坦堡会有最后一天，但是我是明天一早的飞机，明天就好好玩。我们所有人该拍的影片都已经拍完了，然后我也帮你们找好了明天的那个机场计程车。I feel bad。没有，我本来就要帮你们找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有找好了。好了，台湾见，拜拜。之前不是有卖关子说这个行李箱的这一侧要保密吗？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一侧装的是去北极要用的防寒衣物，然后我带的就直接是南极同款，其实真的是蛮极限的，就是你在一趟里面你要带夏天跟冬天的衣服。这里是最主要的保暖层跟防风外套，防水裤跟防水衣我是放在这一层的最下面。还有这次有拿到 S-Pack 最新30寸的，它才够大，把2次出国量的行李全部都装了进来，包含0度到35度，赞。那这支影片上线的时候，我们 S-Pack 行李箱应该还在团购中。大家如果有兴趣要跟我用同款行李箱征服世界，我会把团购链接放在影片更多资讯。如果你没有要征服世界，去韩国、去日本买很多战利品装回来台湾也是可以的。好，东西都打包好了，然后我刚刚狂暴工作了一波，我把土耳其这一趟10天拍的大概700G 的档案全部都分门别类，按照资料夹整理好了，现在正在上传给剪辑师当中。我待会可以睡大概4个小时，就要前往机场了。早上4点，准备搭接驳车。哇，早安呐！我天哪，跟 Cat 姐出门果然就是不一样。坐这种豪华的车子我也不习惯呢 ，Cat 姐。好，出发。这个顶光是否太亮？你去过北极吗？去过了。那你上次去是怎么去的？2018年也是从奥斯陆飞过去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飞去的那个城镇，我2018年就住过1个礼拜了。OK， 哦，到了。我真的是比预期的要一直回来这个机场好多次，因为我们到土耳其内陆旅行也是从这边出发，这样来回，然后我从北极回来也还是以这里当中继站，然后再回到台湾，所以我这样总共会来这个机场6次哎。看你行李好少哦，你都不洗衣服的，你都穿一件衣服穿10次。哎 ，Cat，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很尊爵，配起来很搭，应该之后都要一直别的吧。其实土耳其机场还是蛮奢华的。我们跟着 Cat 姐要带我们去哪里呢？哇哦，姐带我们进 lounge。哦，阶级之门。哇，资本之门。刚刚 Cat 在车上跟我说，他有终身金卡，我不知道他怎么搞到的，可能诈骗吧。他就算是搭经济舱也都可以进来这个 lounge， 随你吃随你喝，世界各地的 lounge 都可以。就是只要我是搭星盟的飞机，然后我都有 Go Member 可以进他们的贵宾室，还可以带一个人，鸡犬升天呢。哦，对，平常都是我在带我身边的人鸡犬升天。哇，他们的 lounge 有够无敌大。这还不是最高级的啊！你到底1年会飞几次啊？我飞到中圣经汇集的那一年，我1年飞了98次。我的天哪！365天除以98，每3天飞1次，你是疯了啊！土耳其红茶区，哇，它连这个杯子都有，这可颂真的看起来蛮好吃的。这边还有一区土耳其咖啡，这里还现煮炒蛋给你啊！这是他们的啤酒 FS， 这蛮好喝的。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来到最大的贵宾室了，非常的丰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上一集土耳其消费回顾，最后那个价钱的部位。我现在在跟 Cat 分享我这一趟土耳其花了多少钱，夸张哎，都可以去北极了。操盘，我觉得一部分是拍摄需求，所以多花的钱，这我可以理解。然后还有因为要省时间，所以直飞的钱，这也算是可以理解。但就是这边的食物真的好贵，我食物这样加起来24000，10天。我1天的餐费是2400平均，是不是还有觉得很贵，但又没有觉得很好吃？对，这个部分对，好吃就算了，对，好吃就算了。我土耳其这10天的这个钱再加一点，我就可以再去一次北极，我可以去北极2次。补充拍一下，土耳其航空贵宾室还有一个隐藏的
可以淋浴的地方，我刚刚有申请了，刚才这边淋完浴了，非常舒服，是上面这个很大的一个淋浴头。然后更酷的是这边出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号码7、8、9、10。这边这个是6号，这里的话是它隐藏的饭店，在贵宾室里面藏的饭店，但它需要你的机票是一定的条件，就是你要是过夜班机，然后你在这里的 layover 好像要超过6个小时以上，你才可以申请里面的房间。然后当然你必须要是 business class， 但它酷的地方就是在贵宾室里面有免费可以住的饭店，所以你看这个柜台上面它就会写 private suites。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好，现在趁我们吃饱喝足，我找到了一个贵宾室比较角落的位置。我们这次去到北极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待会我们会经过的2个城市 Oslo 跟 Longyearbyen， 他们都是在挪威，他们讲的是挪威语。那因为我上一趟去到土耳其之前，有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学了一些土语嘛。接下来既然要到这2个新的城市，他们讲的是一个新的语言，然后挪威语它其实跟英语也算是远方亲戚，都是日耳曼语系，所以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学。所以接下来在贵宾室的时间，还有在飞机上面，我就是要挑战在4个小时内学会挪威语才怪。没有这么疯啊，没有这么 hardcore， 请大家放过我。但是如果你想要在出国前快速的上手当地语言的实用绘画，或者是有第2外语、第3外语的学习需求，那 Amazing Talker 是一个我非常推荐的平台。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英语教教平台，你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家教，有些老师专门教检定考试，有些擅长口说绘画，从初学到进阶，不管你是想要短期冲刺还是长期学习都没问题。而且除了学语言之外 ，Amazing Talker 上面现在也能找到其他像是程式设计、投资理财，甚至国文、数学这样子的补习课程。只要在平台首页搜寻教师，选择你要上课的科目，就能看到每位老师的教学介绍跟学生评价。有明确学习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直接使用 AI 的智能推荐功能，输入你想要学习的科目和上课时间，平台3秒内就能帮你配对到适合的老师。如果你不确定这样家教课程的形式适不适合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新用户有10美金的课程折价券，我会把它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栏，而且1堂课也可以买，完全不用绑约。大家可以先确定你喜欢这个上课模式，喜欢这个老师，再购买更多堂课。好，接着我们的下一站前往奥斯陆，第一段飞行，这趟4个小时。有个人又在搞飞机宅，在搞什么？哇塞，真的是专业搭飞机户哎！然后头就不会掉下来，否则大家睡觉头不都一直这样掉，它就会扣住你就会掉下来。这会直接窒息吧？抵达挪威，哦，突然到了一个好冷的地方。这是你的新国家吗？哦，是哎，瑞典我有来过，但是挪威没有来过。挪威就在瑞典旁边，然后我之前从瑞典走到挪威过，北欧的朝圣之路。我已经不想再听这个女人在那边讲一些她疯狂的旅游故事了，真的太扯了。走了600多公里。你到底经历多少事情？我们接下来飞机4点，然后我们是搭 Scandinavian Air。SAS， 所以在这边的 layover 对大概5、6个小时，可能就在机场吃午餐吧。这边的物价怎么样？就是你看数字都觉得在台湾很合理，但还要再乘以3.多，所以这边的东西就比台湾可能贵3倍这样。我们用 Burger King 来感受一下物价。好 ，Whopper 最基本的 Whopper，Whopper Meal 157，哎，真的哎，是你看那个价钱，你就觉得说，哎，台湾如果这是 OK 啊，对。对，3，如果这是台币的话，我觉得可以。我们现在要先 check in， 哟，好，这边都自助的，对不对？我觉得欧洲现在都变自助的了。对啊。是这样吗？重新打开来就是空的了。好，我们入关进来了。说实在，这边的餐厅是蛮漂亮的，都做的蛮可爱的。按我刚刚看的价格，它2小片披萨，看一看就不饿，要189。我刚才189还好啊，我真的不行哎、3我在伊斯坦堡一直觉得那边食物够贵了，来这边就是痛苦是比较出来的，这里更贵。哇，跟着 Caf 姐继续 lounge 起来。一天就跑2个 lounge， 这不是我习惯的生活。哇，这里好漂亮哦，完全跟土耳其的 lounge 是不同的感觉。这边有一个应该是他们当地的面包，这边可以磨出来你自己的酱，冷菜 ，pretzels chips。哦，这汤看起来不错哎，这是芦笋汤，超级丰盛。其实有汤，有主食，有菜，有蛋白质。有零食，旁边的人都只拿一杯红酒跟 cheese。我在这里吃的真是没有明天一样。这里市价，我觉得至少也要个1000台币。这里真的安静的很像 K 中。
它这本身没什么味道，很脆，干干的，可能就是除了涂奶油之外，也要加起司或是其他的火腿之类的吃。这样一口应该要100台币。因为现在大家都还在土耳其，所以他们今天就在跑行程。然后哥哥他刚刚关心我说，我是不是已经到挪威了？哥哥说记得吃 Step B 顶级高浓度挪威鱼油，因为我现在在挪威，他叫我帮他宣传他的鱼油，85%Omega 3挪威高浓度鱼油，最佳鱼油解决方案。哥哥，我再寄给你发票。挪威的拿铁长得很色。心满意足的离开，我们在这里待了3个多小时，不断的喝饮料、吃食物。我觉得在这里面赚了大概有3000块台币。我刚刚吃了早午餐、午餐、下午茶，我们就拖到登机的最后一刻，我们才要去登机门出发。我们是走 international 还是 international？ 有可能是因为虽然说这个城市是归属在挪威的领土里面，但是我查资料有很多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在免签证的状况底下到这个区域里面生活或是做研究，它算是一个特例的领土吗 ？OK， 所以 Svalbard 真的算是出国，因为我们刚刚又出了海关一次。对，好，我们要搭上第2段飞机了，现在是4度。前往 Longyearbyen， 我们搭的是 Scandinavian Airlines。好，第2趟飞机，小飞机，但是我觉得算还蛮新的。飞机上的食物，鸡胸肉沙拉。我们从伊斯坦堡出发，先飞到了挪威的首都 Oslo， 然后我们再往上飞到这个群岛。刚出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飞机广播，机长说这个机场的跑道比较短，所以待会可能会体验到比较激烈的刹车。哦，好像也还好，正常范围，没有觉得特别刹车特别激烈。好，顺利降落喽，我们抵达了Longyearbyen。哇，这边的机场降落的地方也太美了吧！刚从窗外拍出去的景观，超级漂亮。好冷，这里超级壮观的。进北极圈了。落地有没有觉得被抓来北极还是很幸福？是啊，是蛮幸福的啊，我一直都觉得很幸福啊。我有抱怨过吗？是吗？我有抱怨吗？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子？看你为什么要这样搞我？我刚在飞机上面看到的景真的很漂亮，然后加上我昨天的这个时间，我还在伊斯坦堡，我现在就来到了 Longyearbyen。其实这个岛 Longyearbyen 就是 equivalent of 我们南极的那个 King George Island，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所有的飞行了。对啊，感觉就是那个雾也没有那么重。所以天气上面比较不会因为什么。才刚来几分钟，你不要明天，你不要这样子乱讲话。因为每次乌鸦嘴，是你，我们上次是我，这次要该你是不是？我们要轮流接交棒。没有要吃晚餐了，就只有3个晚上而已。反正我们现在所有飞机段都已经结束了。对，我们在3天之后就要直接从这边上船，然后开始我们北极的 cruise。领行李这边有一个北极熊的标本，这个大小好震撼啊！出现在我面前的话，应该会吓死。法律规定，他们只要出了城镇，一定要带着猎枪，因为这里的北极熊比人还要多。整个机场都空了，机场都没有人了，这样正常吗？看，整个机场只剩我们。这个是你安排的桥段哦，让影片好看一点。哦，为了流量，为了流量，各种安排。我们没有计程车，是不是？我们要走路去 Airbnb 吗？要来了，要来了，不要急。Yes. Yeah. How many subscribers? Oh, actually, 2.8 million. 他真的要来 follow。哦，对，然后他真的要来 follow。他很认真。You serious? Why would I be joking? Okay, let me give it to you. Damn, that's so nice. 2.8 million. That's about 1/10 of the population in my country. I'm from Taiwan. 我们 stranded 在机场赚到一个 subscriber。是啊，你刚刚应该问他这几天有没有放假，把他 kidnap 来当我们的那个导游吗？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like
show me around the city, maybe tomorrow after work? I would love to, but the thing is, I just came here like 1.5 years ago. Okay, well, you're local then. Kind of like, Kind of. because I was living on the mainland Norway, so I'm not really vast in it. But we can just walk around Yeah, if you want. yeah, we could just walk around. Cool with that. Yeah, for sure. Let's do it. I'll send you a message. All right, see you tomorrow. Cheers.就有联络方式，看看他明天有没有空，可以带我们走走城市。好，我们的电车也到了。Go go go！其实 Cat 有一些同事已经提前到这边了。然后他们也已经 set up 好 Airbnb，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市中心找他们。回家吃饭，吃饭，有种回家的感觉，我超期待的。对啊，出发。这里就有点像冰岛。对啊，这里蛮像冰岛的。好神奇哦！我7年前来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再来一次。268， 6分钟。268，快1000块啊！对。哇塞，这里东西也是，这是更贵的，是不是 ？Thank you。哇，好香哦！嗨，怎么有台菜的味道？好赞哦！哇，好赞哦！是绿色植物。哦，好温馨的一个地方。外面的景观长这样。哦，刚刚的 collab 他真的说 OK 耶，我们明天应该是2点要 meet up， 然后他要带我逛一下城镇，然后逛完之后，他邀请我一起吃晚餐，吃饭。3块可以哦，5块克还有鸡汤，超赞的。哇，有个房东还会来帮忙，真的搬行李哦，这是什么服务？我们挑房间也挑房东。哦，房东颜值蛮高的，说实在。Thank you so much. No worries.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2 years. Okay. We have been carrying the kids up and down here. Oh, okay. 他特地开过来，就只是为了要搬你那个行李。我以为他要做其他事情，我帮你搬就好啦。没有想到你没有那么强壮。你只是想要看帅哥吧？你是？我就怕你跌下来。但是房东是蛮帅的。好，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北极圈，天气也开始不太适合只穿这样子了。我们要把一个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拿出来。顺便讲一下，这个是卡凯的行李压缩袋，很好用哦。当当，我去南极的 North Face 外套，我把它也带来了。这么大一个外套，可以被缩到跟刚那样那么小。准备用同一件外套征服北极，然后我里面的保暖层一样用这个，反正就是我现在就是整套南极的都拿过来了。发热衣跟发热裤都还是有带了，但是因为北极比南极暖和，所以我在想可能这些是用不到的。外面开始在下雨了。最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规划。虽然说时间只过了1天，但是我从土耳其 all the way 跑到这里，其实影片内容拍的已经蛮多的了。接下来在这个城市我会再待2个整天，然后也约到一个当地人可以带我逛逛。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城市的探索放为下个礼拜的独立一支影片。所以今天这个北极的第1集会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来看一下这个神秘的世界最北端的孤城。那也是预计在下周1这支影片更新之后呢，我们就会接到上北极探险船，然后我们会转移阵地到阿迪日常做日更。这次的北极探险我们一共会在海上7天，然后在阿迪日常频道日更完之后，我们再回到阿迪英文统计消费跟做总回顾。好，那就请大家在下礼拜1回来看我在这个城市的冒险喽，拜拜。今天是我在 Longyearbyen 的第2天，然后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探索这个城市。Caleb got me his friend Rolly, and he has a car, and he could take us to all the places nearby the town. So you have a driver here that's living for 7 years. Yeah.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Whoa, that's crazy. 这边下车都好扯。Look at this view, man. 可以从这边看到整个城市。哇，好壮观哦。There's like a doomsday thing here. 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 We're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iggest seed vault in the world. 这个环绕的远方全部都是冰山。今天这天好精彩啊！我们去了好多地方。